有这么几个线索可以参考啊。就是如果说是心源性的一个呼吸困难，那往往是在平躺的时候加重，那需要高枕或者是坐起来才能缓解。有可能伴有下肢的一个浮肿、尿少或者是咳嗽，能咳出粉红色泡沫痰。偏向慢阻肺的一个疾病加重呢，通常是有明确的感染诱因，比如说在感冒后啊，或者是出现痰量增加，变黄变浓，或者是呼吸困难呢，它以费力为主，伴有一个喘息音。但必须强调的是，就是这两者症状是不能完全区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刚刚这些只是一个线索。如果说单纯从这个症状来看呢，就是不能说你一定是慢阻肺疾病加重了。也就是说，刚才回到之前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发现了以上这几种情况，无论是刚才哪个症状的突然出现了一个加重，都需要紧急的送医做这个明确的一个诊断。明白了哈。其实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它哈。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其实身体是一个整体啊。我们原来总是觉得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无论是肺还是心，它其实都需要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之下进行整体的管理。认识到心肺之间的紧密联系呢，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对于慢阻肺和哮喘的管理，绝不能够仅仅的局限在发病的时候、难受的时候用药，而应该是一种贯穿于每一天的主动的、全面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恰是这些疾病的稳定期长，才能够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可能更想知道的是，具体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到底能够做些什么？能不能够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啊？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行动指南？有的，就是我们要把稳定期的主动管理比喻成一座房子，那需要4根那个坚实的支柱把它支撑起来，我们共同的筑起这个牢固的呼吸的一个防线。那也就是说有4个方面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啊，这4点您帮我们总结一下。是的，第一个支柱就是呼吸的一个康复的一个锻炼，重塑呼吸肌的一个力量。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很多患者因为就是一活动就喘，反而不敢去运动，不敢去走路。那这个过程中会进一步导致呼吸肌的萎缩。如果说是健康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呼吸肌的一个锻炼呢，会导致这个会帮助这个肺功能的一个恢复。您刚刚说这个要去锻炼它，要去康复它啊。其实很多的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一听到锻炼，尤其是肺部疾病的患者啊，他本身运动起来他自己可能就难受啊。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锻炼，我们要锻炼些什么啊？怎么能够消除大家的这种惧怕的心理？这种锻炼呢，其实不是说很强的一个锻炼啊，它主要分为2个比较简单的方面。第一就是呼吸肌的锻炼，就是单纯的去练你这个肺，去使劲去吹或者使劲去吸，就像那个吹口哨一样，缓慢的吸气，缓慢的呼气，或者是腹式呼吸，就是鼓肚子啊。每天的练习2到3次，每次呢10到15分钟，就能有效的一个协调这个呼吸肌的锻炼。减少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损耗。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规律的一个耐力训练，好比说在这个自我感觉良好情况下，就是每天的坚持散步、打太极拳或者骑自行车20到30分钟，这种简单的一个有氧的一个运动。这个全面的提升呢，心脏和肺还有这个运动能力都是非常有效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进行的训练，其实并不是非常这个要求体力的啊，它主要是练的呼吸的技巧和呼吸的耐力。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房子的第2根支柱是什么呢？第2根支柱呢，就是营养支持，就是我们给呼吸肌这个供能，其实还是需要有营养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慢阻肺的晚期这些老年人呢，他都是非常瘦弱的。那瘦弱过程中呢，它又会导致呼吸肌的无力，呼吸无力呢，又会进一步导致慢阻肺的加重，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会导致肌肉无力，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进一步的加重慢阻肺的一个这个病情。所以营养一定要跟上。营养很重要，也就是吃上很重要啊。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吃的原则是什么？吃的原则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就对于老年人呢，蛋白质一定要含量高，就是除了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能会蛋白质可能要克制一下，或者是规律的算一下。其他的老年人，我建议就是大量食用一些高蛋白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这个鸡蛋、牛奶啊、鱼类、肉类，帮助肌肉的修复与维持，以及那个优质的碳水，比如说谷物、
薯类，提供稳定的能量，富含那个抗氧化物的一个维生素的一个水果或者是蔬菜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 包括尤其是那些除了绿色以外的那些多种颜色这个水果和蔬菜对老年人是帮助更大，因为它不光是有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元素。对于体重过低或者消瘦的患者呢，有必要情况下是要在营养科大夫指导情况下进行一个营养的补充。